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霜降节气要多吃红豆，今天红豆来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出锅软糯香甜，好吃又好看，常吃呢脸色红润气色好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浸泡了一晚上的红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红豆清洗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这时候呢，再来挑选一下红豆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另外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倒入100克糯米，再倒入50克紫米，再加入50克黑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这些米淘洗一下。我们在淘洗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米表面的营养成分，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再倒上的清水，再把米淘洗一遍。我们淘洗米的次数不用太多，淘洗2遍就可以。洗净后，再把淘米水倒出来。全部倒干净以后，再把这些米倒电饭煲中，再把红豆也放进来，豆上的清水没过所有食材，没过一个指节的地方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回电饭煲中，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再准备100克糯米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糯米，用手抓洗几遍。我们在淘洗糯米的时候，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糯米表面的营养成分，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糯米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准备50克红枣，再加入5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再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至感觉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红豆、糯米和紫米煮的差不多了，跳至保温键说明就已经煮熟了。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一颗红豆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煮熟了。再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。往里边加入5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再加入1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15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面粉和糯米粉和这些食材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
现在我们的糯米泡的差不多了，取一颗糯米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泡好了。然后再把糯米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就一小把红豆糯米面团，大约有50克左右一个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捏好后再放到手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圆润一些，最后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糯米的盘中，给它均匀地裹上一层糯米。裹好糯米后，再把它取出来，放手心里搓一搓，让糯米粘得更加牢固。像这样一个红豆糯米面团就做好了。剩下的红豆糯米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丸子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红豆糯米丸子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4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红豆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表面的糯米中间没有硬芯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豆糯米珍珠丸子就做好了。这里面加了糯米、紫米、黑米、红枣、葡萄干还有红糖，味道和口感简直是绝子。红豆的香甜绵软和各种米类的独特香气相互融合，每一口都散发着浓郁的谷物芬芳。红枣带来醇厚的甜味和浓郁的果香，让整个味道更加丰富。葡萄干则为这份甜蜜增添了一丝俏皮的酸甜，而红糖的加入带来了温暖而醇厚的甜蜜滋味。糯米、紫米和黑米煮的软糯适中，咬下去Q 弹有嚼劲，却不会过于粘牙。红枣饱满厚实，为口感增添了一份扎实感。葡萄干的存在则带来了惊喜的爆汁口感。一个个小巧可爱的珍珠丸子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。这样做的红豆糯米丸子，常吃呢对身体很好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